魏无羡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手里拿着一个，油纸卷里包着一个，白衣飘飘面目肃然地向他走回来，终于回过神来，笑得几乎直不起腰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说蓝湛，你究竟是有多喜欢糖葫芦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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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蓝忘机看着手里的糖葫芦，如临大敌。魏无羡好容易止住笑，抬手擦了擦笑出的眼泪，向他挤挤眼睛，还等什么？吃吃看呀，蓝二哥哥。蓝忘机终于认命，把手里的糖葫芦送了一截到嘴边，轻轻咬下了一个。魏无羡笑嘻嘻地问：“好吃吗？”蓝忘机如实评价道：“有点过甜了。”魏无羡咦了一声：“给我尝尝。”蓝忘机要将另一只手里拿的油纸包递给他，谁知魏无羡已经整个人凑了过来，抓住他的手臂，低头就在他刚吃过的那根糖葫芦上咬了一口。蓝忘机猛地退了一步，眼睛都惊得瞪大了些，手里的竹签差点戳到魏无羡脸上。魏无羡不明所以的抬起头，疑惑道：“还好啊，不是很甜，可能我平时口味太重。”注意到蓝忘机动作，好奇地问：“蓝湛你怎么了？”蓝忘机狠狠吸了一口气：“无事。”魏无羡抹了抹嘴唇上的糖霜，了然笑道：“哦，抱歉，平时跟江城他们一起吃东西习惯了，忘记你们家可能会介意这个了。”蓝忘机拧眉：“你一直这样？”魏无羡莫名其妙：“是啊，很奇怪吗？”蓝忘机：“不奇怪吗？”魏无羡：“蓝湛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们家人才是太奇怪了。”蓝忘机神色复杂地看着手中还剩下3个串的糖葫芦，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，手里攥着的那个油纸包更是不知道该不该给出去了，像做雕像似的杵在了原地。魏无羡却没在他身上留多少注意力，用袖子擦擦嘴，直起身来四处张望一圈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咦，江城他们人呢？方才他们2人在糖葫芦的事上耽搁太久，没注意那些少年已经不知跑到哪里玩去了。”魏无羡眼珠一转，转身拉住还在发愣的蓝忘机，意味深长地笑道：“算了，不管他们了。蓝湛，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”魏无羡拉着蓝忘机在街巷中穿行，脚下步子飞快，却只字不提要去哪儿。蓝忘机回过神来时，已经跟着他跑出好一段路，面色复杂地盯着2人交握的手看了一会儿，欲言又止一阵，最终作罢。巷中昏暗，远远却可见巷口已是一片开阔，湖面在沉沉夜色中延伸向天际，洁白花灯灿然如水中落月，又因萦绕着孩童的欢声笑语而添上几分暖色。湖畔是与方才是集中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热闹。魏无羡一脚刚自巷中迈出，只堪堪往湖边看了一眼，便飞快地收了脚，还不忘眼疾手快地拽住蓝忘机，把他也重新拉回巷子里。魏无羡时指抵在唇上，嘘，蓝忘机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退，离他远了点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魏无羡放下手，眨眨眼睛：“没什么，我们换条路过去。”蓝忘机目光淡淡地往湖边一瞥，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：“因为江公子他们在那里吗？”魏无羡挑起眉毛道：“原来你看见了呀？”“没错，我就是不想过去跟他们玩。”蓝忘机问：“有何不妥？”魏无羡笑道：“你没见他们在放烟花吗？那都是小孩子玩的游戏了，咱们嘛，嘿嘿。”他故意凑得近了点，蓝忘机先前刻意留出的距离荡然无存，咱们都是大人了，当然也该做点大人的事嘛。蓝忘机别开脸，胡闹。魏无羡哈哈大笑：“有什么好害羞的？还是说蓝湛你更想去放烟花？哈哈哈，想去就说嘛，我陪你去，不要紧的，我不在意，哈哈哈哈，并无此意，那不就得了？”魏无羡一把抓过他的手腕，掉头又扎回了巷子里，嘴上的胡言乱语也没停下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去晚了就没了。听得蓝忘机一张脸白了又黑，不过这一回倒是没跑多远，中途折了个方向就出了巷子，依旧还是那片湖，只是换了片岸，倒不似刚才那般满是玩耍的孩童了。灯光之下，杨柳依依，别有用心地营造出一番诗情画意。魏无羡松开蓝忘机的手，几步跃上长堤，边跑边张望，忽然指着湖中道：“有了，快看！”蓝忘机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艘大且华丽的画舫立在水中，船上飞檐翘角，小楼亭阁，精致玲珑的正如岸边建筑的缩影。
一侧的格子花窗顶上立了一幅牌匾，正书2字曰醉月。船身浮于水上，缓缓前行，离长堤不过数丈有余。透过晃动窗帘，依稀可见那上下2层船楼中已坐了不少宾客，游湖赏景。魏无羡喜道：“还好是赶上了。”蓝忘机看出他意图，不禁疑惑道：“你要如何？”话音未落，魏无羡已一把抓过他的手臂，飞身而起，从长堤上一跃而下。蓝忘机瞳孔骤缩，好在反应极快，几乎在同时运起身法，凌空一踩，2人稳稳地落在了船头上。甫一站定，蓝忘机立即推开魏无羡，怒斥道：“成何体统！